重磅消息，原本以为要等到2027年才能拿到的500元邻里购物券，新加坡政府竟然拍板决定，今年6月就直接打进你的账户。你没听错，这不是普通的派红包，这简直是政府在物价风暴中发起的一场特种救援。这500块钱不仅是数字，它是政府在大家心理防线快要崩溃时强行撑开的一把巨大的遮阳伞。你以为新加坡这次加码的福利就只有这个吗？听好了，9月份的现金补助再加200新元，240万新加坡人可领，最高600新元。政府现在的逻辑非常狠，也非常准，就是要在大家心理防线快要崩溃的时候，直接往每个家庭的口袋里塞进最实在的战斗力。但问题是，当通胀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外部输入，靠发钱真的能填满这个无底洞吗？新加坡政府的算盘打得精，购物券的使用范围限制在邻里和超市，这是为了防止资金外流，同时刺激内需。但这本质上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如果外部能源价格持续走高，这种补贴只能起到缓冲作用，却无法解决根本的成本结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延迟痛苦的止痛药。当通胀变成一种全球性的结构性顽疾，政府的每一次派钱，其实都是在透支未来的财政空间。这到底是政府的精明算计，还是社会契约在极端环境下的最后防线？如果未来通胀持续，这套逻辑还能跑通吗？现在的油价涨成什么样了？那些每天在马路上奔波的德士大叔，还有那些日晒雨淋送外卖的小哥，他们每天睁眼想的不是赚多少，而是油表跳一下，心就颤一下。所以政府二话不说，直接给这些平台工作者空投了200元的现金贴补，这就是要在最疼的地方贴上止痛药。而对于我们普通人家最头疼的电费水费，政府也早就布好了阵法。虽然中东局势乱成一团，导致气价乱跳，虽然碳税也翻了倍，但政府直接把水电费抵消额度拉到了往常的 1.5 倍。对于住小户型祖屋的朋友来说，这笔钱几乎能把大半年的开支给包圆了。这种精准空投的策略背后，其实藏着一个非常温暖的逻辑。在通胀的寒流面前，没有人应该被冻伤。政府通过这种差异化的补贴，确保了资源优先流向那些最缺乏缓冲能力的家庭，让每一分钱都砸在最响的地方。这种实实在在的兜底，才是大家在乱局中最大的底气。虽然补助到账的消息确实爽快，但当你走在新加坡的邻里街头，你听到的不仅仅是欢呼声，更多的是一种深刻的心理疲劳。大家在咖啡店里摇着扇子，谈论的已经不再是哪里的鸡饭好吃，而是物价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在网络社区里，很多人的吐槽其实挺扎心的。大家觉得这些补助虽然有用，但总感觉像是在给漏水的木桶贴胶布，治标不治本。这种焦虑感非常真实，它不仅是钱包缩水的痛苦，更是一种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大家都在担心，如果这500块购物券花完了，物价还是降不下来该怎么办？那些在档口卖果汁的小摊主，看着一箱苹果的进货价涨了5块钱，如果不给果汁提价，他们就真的要在风暴中倒下了。这种真实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反映出大众对结构性成本上涨的深深担忧，也是政府在发完钱之后，必须要去面对和抚慰的社会心理伤痕。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拔高一点，你会发现，这500块钱背后其实藏着极高明的政治和管理智慧。这不仅是发钱，这是新加坡政府在玩转时间杠杆。在宏观经济调控里，这种把明年的钱挪到今年发的行为，叫做财政跨期替代，它是专门用来硬刚短期通胀尖峰的必杀技。这种极致的灵活性，正是新加坡这种小而精的经济体在面对全球剧烈冲击时唯一的不对称优势。肖部长在国会反复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支持不只是为了缓解眼下的痛苦，更是为了给转型争取时间。政府其实是在通过补贴向全岛传递一个信号，高能源成本的时代可能真的回不去了，只有更高生产力的企业和更高效的家庭才能在未来生存。所以他们一边发钱救急，
一边拼命提高中小企业数字化的补贴上限，试图把这场生活成本危机强行转化为加速产业升级的催化剂。这种以退为进的深谋远虑，确实展现了新加坡政府作为精明国家的硬核实力和治理美学。这个时候，我们再看看身边的邻居，你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新加坡的做法能让全岛沸腾。放眼整个东南亚，大家其实都在同一场风暴里挣扎。印尼那边的办法非常行政化，为了省点燃油钱，甚至要求公务员周5强制居家办公，还严格限制政府用车。马来西亚也在想方设法寻找替代能源，甚至在研究新的替代航线。相比之下，新加坡的策略显得非常有底气，而且充满了确定性。我们不靠简单的限制和行政干预，而是凭借多年攒下的深厚财政家底，直接进行大规模的定向的现金和代金券补助。这种差异背后体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和财政安全感。新加坡是在用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在风暴中为国民筑起了一道名为社会契约的坚固防风林。这种通过直接利益分配来消解社会焦虑的做法，不仅在区域内显得独树一帜，更让普通百姓感到一种被国家时刻护着的踏实。虽然大家都要面对全球的风浪，但坐在这艘不仅稳固而且随时能拿出补给的船上，这份底气确实是实打实的。这就是新加坡的生存哲学，在风暴来临前，先修好堤坝。无论是一次性发放的购物券，还是针对性的燃油补贴，政府试图传达的核心信息是，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当外部地缘局势恶化，国家储备金成为了最后一道防线。这不是简单的政府发钱，而是在极端环境下维持社会契约不崩塌的政治艺术。虽然500块钱的购物券和那些加码的补贴让我们暂时喘了口气，但长期的地缘阴霾并没有散去。黄循财总理的预警其实非常沉重。如果外面的局势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全球可能会面临经济停滞但物价飞涨的滞胀威胁，那才是真正的考验。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单次的现金补贴可能会被通胀瞬间吞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规划新加坡的能源安全。无论是从遥远的老挝买水电，还是加强食品供应的多元化，这些都成了关乎国家存亡的必答题。政府已经拿出了稳住船舵的计划，也展现了共担风雨的决心。但作为普通人的我们，除了领取这笔补贴，是不是也该思考一下如何在更昂贵的时代重新规划我们的生活？面对这一波即将到账的500元及时雨，你是打算立刻去邻里小店消费，帮一把那些辛苦的摊主，还是选择把它存起来，作为应对未来未知风暴的储备金呢？你觉得这笔钱真的能帮大家彻底摆脱通胀的焦虑吗？如果中东的战火演变成长期的滞胀，而那张500元的购物券花完之后，通胀依然高企，你认为新加坡下一步应该动用国家储备金，还是寻求更深层次的产业转型？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长久之计？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欢迎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